朱先生56岁，来自黑龙江职员；李女士52岁，来自黑龙江退休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？身体今年手术都已经7年了，还好。这个在癌症医学领域就算治愈嘛，对吧？5年不复发嘛。医学上说叫临床治愈，是吧？就算临床治愈了哈。听说您对这个患癌这件事儿有很多的埋怨是吧？主要怪他给你气的是吧？当然了，老多委屈了，跟他俩已经过30多年了，但是这里的委屈和那个痛苦，就我自己知道，就是不想跟他过了。那咱们从哪儿开始说您这30多年的委屈？从我有病开始吧。好。就是我是45那年有的病，我就认为他是给我气的。医生也是这样说的，说第一个是气的，第二个是那你听医生的，医生说啥你就听啥。那可大道疯的傻的有都是气的吗？那是这些年我那他也没得癌症啊。那这些年医生都是这样说的。自身因素和遗传因素造成的。哪有什么自身因素？你是大夫啊？我不是大夫。这谁听了也不能说那气出癌症来。不，这个情绪确实跟致癌有一定的关系。这个都是医学发现，我们这个就不争论啊。我得上病以后吧，后期治疗的时候，当时说划进口疗和国产疗，完他一直坚持让我划国产疗，你就是为了省钱呗？你当时考虑的是钱的问题，不考虑对我身体用什么药效果好啊？这是我的不理解。我没给你拿钱吗？拿钱有啥用啊？拿钱有啥用啊？还有就是第一个疗化完了以后，第13天时候开始掉头发，那时候掉头的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就是枕头上和那个床铺上都后背都得有一半掉。完了你说啥？哪有你这么霍霍人的？赶紧都贴起得了。所以当时我就特别的就是受不了。就是当时委屈的都不行了。在我有病期间，从确诊到手术，我都没有掉过眼泪。但是那天我真的这眼泪哗哗的都止不住。你当时给没给你拿钱？咱们家的钱是不是都拿着？那能是拿钱的事吗？那你拿钱你是啥态度拿的呀？化疗、进口疗、国产疗，我也跟大夫咨询了，大夫说化进口疗只是让病人不遭点罪，价格高一些；国产疗呢，价格便宜一些，病人遭点罪。我因为咱们那个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把所有的积蓄都已经拿出给你治疗，要能省一些，咱们尽量节省一些，因为孩子也挺大了，我是这个想法。你有可能想的事情也可能极端。什么是我极端呢？你当时表现的啥样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你也别说了，就你这个性格，整个都太强势了。行。还有主持人，我们家是开一个就是小作坊式的，就是皮鞋加工厂。开的时候吧，就是整个的运作过程，就是我一直带着连雇的工人，但我俩都是亲力亲为的干。为啥说当时说有病，说是辛苦，说的劳累而来的呢？我每天睡觉12点睡觉都是早的，早上5点钟我就得起来给孩子做饭。那时候孩子上高中、初中，完了然后我接着给工人做饭，然后带着工人干活，就这么周而复始的，1年当中得有半年时间。就是特别辛苦，他也干，他也辅助我干，但是他不有时候就是说别老丁说你的功劳，那你说为了一个家庭不都在运作，都在劳动，都在出力吗？等你早上做完饭以后，你去领工人干活，其余的什么午饭晚饭不都是我的吗？再一个鞋厂的外边的事不都是我去安排吗？用你去安排了吗？你也就是在家组织工人干点活，对，都有功劳，都有功劳，这就不争了。完了，他不理解我，他还不知道关心我。完了，有点啥事情也不跟我说，就所说的像冷暴力似的。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。我能咋想啊？你对我给我面子吗？在我亲戚朋友面前，你说话唠嗑啥的，你说过我的好吗？看这么多年的工资，始终在你手把子，我有零花钱吗？你倒是说有钱，你需要花钱，你要我就给。那作为一个男人，挣的钱挣的少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花呀，那不也是为了给孩子吗？也不是为了给孩子攒点钱买房买车结婚吗？我在外边跟我朋友出去，我朋友怎么说我吗？都说我抠，那我不抠没有钱我怎么花呀？我买个车呢，我还得讨好点，跟你说我把烟戒了，我好好干活，能给我买个车。那你说我们这帮朋友还有主持人，你都不知道最可气的还有啥吗？尤其我得完病以后啊，鞋厂这么忙这么累，然后呢，他最可笑的是，还跟别人搞暧昧聊天。咋发现的呀？
那时候不买完车以后吗？他就总上我家那个就是那工厂的屋，天天去，我也没吱声，我就去调他单子去了。一调单子，每3到7秒钟一个短信，那时候就是短信，还没有微信呢，那打出来那大单子老多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可不老多了，是不是事实吧？那当我的朋友面，我的亲属面，这不都是你扬摸出去的吗？不是，那您到底在是干嘛呢？是在搞暧昧吗？就是正常聊聊天儿，就是频繁一些。真有暧昧关系的话，我们俩今天也不至于到这个站子。这是有病之前，有病以后还有呢。有病之后吧，我就有一段时间吧，就发现他对我特别冷淡，平时本身就不愿意沟通，那时候就更不爱沟通了。完了，我就慢慢的，我就琢磨哈，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知道你的强势程度到啥样吗？让我。你听我说完惹不起躲不起吗？我不吱声行不行？然后他在外头，我就觉得他有问题，我就去找他去了。找他这跟人家聊天呢，聊天了我就给他找回来，我俩就吵架了。吵架我就要离婚啊。跟谁聊天？跟一个女的。您去哪儿给他找出来的呀？去那个他那个女生的商铺。那您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在商铺的呢？你看我做多少工作了呗，我就问，再让别人给我打听。哎呀，原来当侦探也可以治癌症哈，治疗癌症，你看还管治病呢这事儿。他不当侦探的话，都瞎子材料了啊。这不是在一个商铺里面聊个天也很正常，买个东西聊聊。自己家的买卖，自己家的店儿，那也很正常啊。我路过这儿买个东西，为什么你就这么确定给他泼脏水呢？那你想想啊，主持人，要是说的正常的，就是大白天的聊也行，都到晚上10点多了，聊，就他俩在一个店里，那正常吗？因为这件事我不就和他吵架了吗？我就要离婚，离婚我就要车要房，他就不给我。我脾气不好，我确实承认我脾气不好。我一急眼，我就你车不给我，我就找他呗。完了他就拽着我，就不让我那个砸车又烧车的。完了一下子一推，完了就有这么个小台阶一崴，就脚脖子也崴折了。那你说没有这个前因，我脚脖子能折吗？我认为你当时就是心情太激动一些了。当然激动了。事情想象的。都是你自己老公跟别人家小媳妇搞暧昧关系，我能不激动吗？你说那玩意说的，都是你自己以为是那么回事儿，其实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种程度。如果达到那种程度的话，我跟你一句话都没有了。行，咱这事儿不说，但是确实暧昧过，对吧？程度没达到，但是确实暧昧过，对吧？这男女之间接触，那肯定是说笑肯定是正常的。这事儿就算闹得挺大，我这么一听。当然了，老大了，我是不是亲戚朋友都知道？有不知道的吗？基本上吧，我们那块儿基本上就是近的都知道。你们那块儿都知道了，那这日子过得还有啥过头啊？就是呗。那后来咋又过下来了呢？后来你说咋想的，主持人？我就寻思都这个年龄了，我身体还不好，完了他也说那意思，跟人家也没有啥实质性的问题。完我就先这么走着看吧，现在都一直在走着看。还有，这就是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了。孩子就是孩子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儿子就是考那分数，虽说是不高，但是也够本科分数线了。就他一门主张让孩子上个专科，就现在我这心我都不甘。走个本科，他是不是有下一步走？说考个研了，往后的发展还好一些。就那时候就做决定，就不让孩子上本科。啥意思呀？你现在看吧，有可能是那时候我做的决定有可能是错误一些了。当时的决定是啥呢？因为当时咱们当父母的主要是考虑孩子以后参加工作的问题。就业。对，找个就业好一点的地方。你让他学的什么专业？我们有个亲属在龙电集团，如果把孩子安排到电业部门，对他以后生活不也挺安逸一点。毕业了吗？毕业了。进去了吗？进去了，我们孩子干了，也就不到半年就不干了啊。孩子不喜欢，嫌脏嫌累，就这么就退出，告诉我们了，以后别给我安排这种工作。所以他现在就后悔吗？就说我当时决定的事情是错误的。完我现在感觉也确实有点错误一点。今天来就是不跟他过了是吗？就是不打算跟他过了。好，孩子的意见你们征询过吗？也征询过孩子意见，孩子肯定是不希望父母分开。行吧，今天把少爷也给请来了，有请儿子来，精神小伙小李来。这个，你妈要不跟你爸过了，你
你啥态度？我觉得他大了，可以问了。他们都这么大年龄了，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啊，我觉得他们把之前的恩恩怨怨应该都放下了，就是过好之后的每一天啊。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，你觉得你母亲在治疗癌症期间，你父亲对她怎么样？我觉得父亲是一个不是太善于表达的人，他可能有些事情没有说得很明白，但是他的心意都在，就是默默的付出。在你的记忆当中，他们俩架吵得多吗？经常吵架吗？不多，因为父亲总是不吱声，不说话。所以你听到的更多的是妈妈单独的声音，是吧？对。如果啊，我只是说如果哈，就是他们真的在这个岁数不在一起过了啊，你什么想法？接受这个结果吗？我不接受，但是我希望他们还要再仔细想想，因为毕竟是在一起了30多年的夫妻。哦，行吧。今年多大？我今年30岁。你30吗？啊，对。你结婚了吗？我单身现在。你爸给你安排的那个工作辞了之后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是自己和朋友开了一个香水集合店，就是线上线下。怎么样买卖？挺好的。挺好的，看不出来哈，30岁啊。行，谢谢你能来啊，祝你买卖兴隆，谢谢啊。谢谢主持人。来，请回。是不是觉得儿子来了就一下特舒心了？你咋了？你很委屈是吧？确实是有点委屈。我也委屈。就咱不过了呗。一拍两散不过了，不就完了吗？这不大家都不委屈了吗？是吧？最好吧。我的想法是啥呢？就像我们家孩子所说的，别您自己的想法，别拿儿子的话当话。已经30多年的夫妻了啊。不管怎么地，没有感情那么深，还有亲情在。这30多年的婚姻虽然磕磕绊绊，有苦有乐，这么多年也风风雨雨的过来了。我想呢，后半生呢，也就是平平淡淡，守护到后半生过下去。对，您可别凑合啊！您要凑合和将就可就不好了。您呢？主持人，你还都不知道呢。平时你要是哪里不舒服，我就说，比如说，哎呦，我今天头好疼啊！你听他，我也不是大夫，你找我有啥用啊？就这些科啊。像他说那个，其实我也认可，但是呢，要像以前那样还是不行。啊，您啊，是这3个人里面最不想毁了这个家的，啊，对吧？儿子呢没办法嘛，父母人家说的最好在一起，先生也表达了，还有点亲情，对吧？其实人家这2个男性没有一个说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做，真不想离开这个家的大概是您吧？啊，那您干嘛嗓门那么大的说我就是要离呀？这个关系怎么调啊？30多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夫妻之间的隔阂、冷漠都有，但是有没有温情也有温情，有没有关照也有关照，怎么去平衡它？别老了这日子越过越别扭啊，好不好？好。